大家好，在开始今天的话题前，我们花一点时间回忆一下，德国空军高管开网络会议，商讨如何用德国制造金牛座巡航导弹炸毁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一事。可惜开会使用的是美国的软件 WebEx。这次会议被窃听了，至于到底被谁窃听，大家云里雾里，目前没有定论。但被窃听这回事被今日俄罗斯爆料出来，令世界一片哗然。因德国俄国关系突然紧张了数倍，德国真的敢炸克里米亚大桥吗？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咱们拭目以待。好，现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德国时代报报道，在金牛座窃听丑闻之后，德国执政联盟中的绿党开始了骚操作，他们要求立即禁止及拆除中国的华为及中兴 5G 设备，因为要杜绝被独裁中国的设备窃听。意思是德国空军高管开会是被华为窃听的，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呢？我们来看看时代报的报道。德国交通灯政治人物支持对华为采取强硬路线。金牛座窃听事件发生后，要求政府迅速从移动电话网络中拆出来自中国的技术的压力与日俱增。绿党敦促德国总理必须采取行动。继金牛座窃听事件之后，交通灯政府要人和基民盟、机社盟呼吁对最新 5G 移动通讯标准中的华为技术采取果断行动。联邦经济部议会国务秘书 Franziska Brandner 周五对南德意志报说，随着网络攻击的不断增加，我们看到了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多么重要。我们每多等待一天，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位绿党政治人物警告说，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需要在与华为等供应商打交道的时候做出决定，保护我们的 5G 网络不受专制影响。在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哈特曼看来，德国 5G 网络急需一个替换华为关键部件的系统性战略，以减少可能存在的结构性依赖。联盟议院中的绿党也敦促抓紧时间。议会党团副主席诺茨说，鉴于威胁急剧增加，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位兼任议会情报部门控制委员会主席的内政政治人物说，我们安全部门发出的警告是一致的，而且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希望总理府能根据几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尽快做出决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禁令，基民盟、机社盟议会党团副主席 Lindholz 要求，总理必须采取行动。企业也应该意识到，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安全利益必须优于经济利益。去年9月，内政部长费瑟的部门已决定通过禁令，从根本上迫使华为和中兴通讯退出德国通讯网络。德国电信、沃达丰和 O2 3家移动网络提供商将在2025年前拆出其核心网络中的中国产关键部件，到2026年，主要大都市，尤其是首都柏林的接入网络中将不再使用中国元件。据南德意志报报道，自民党籍的部长维新的数字部门迄今为止一直反对这一计划。该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电信法，严格的安全要求已经适用于 5G 的扩展。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看读者评论，以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第一条评论 ，WebEx 是思科的产品，而思科是家美国公司，美国法律要求其为美国服务提供后门。仅凭这一点，就应该禁止将 WebEx 用于军事讨论，漏洞几乎总是出在用户身上，而德国的用户似乎忽略了额外的登录风险。华为组件与本窃听案毫无关系，牙疼的时候不要剪脚趾甲。政治界的 IT 专业知识简直欠缺到惨不忍睹啊！下一条评论，然后这位网友跟帖说，真的很荒谬。我们知道法律规定所有美国设备都必须安装后门和窃听系统，与此同时，多年来的调查完全没有发现华为和中兴通讯有任何类似情况。然而，尽管金牛座事件与这两家公司毫无关系，他们现在却想禁止华为和中兴，并依赖美国的技术，这越来越像是欧洲在主动违背自己的利益，直接接受白宫的指示，实在没有其他解释了。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的评论实在很有意思。他说，美国是我们的盟友，一旦德国遭到攻击，
美国会支持德国的，他们为我们提供尖端武器，训练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中国也会如此吗？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对手，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盟友。他们建立了一支完整的黑客军队，其唯一的目的是渗透和破坏民主国家的稳定。你不应该如此天真的使用美国后门的论点，并因此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轻描淡写。美国支持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这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但中国不是。下一条评论，据我所知，华为设备中还没有发现任何后门，但我们的美国网络供应商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有正式的常规控制端口。谁能解释一下禁止华为核中心和德国空军的窃听丑闻有什么关系？毕竟这里可以使用的 IMSI 捕获器也可以从军工企业 Rohde & Schwarz 购买到。下一条评论，声明一下，绿党再次成为推动力量，试图保护德国免受对中国的依赖，没有其他政党能如此积极参与其中。还记得贝尔伯克夫人领导下制定的对华政策文件吗？我发现政客们，尤其是过去的政客们，是多么怠慢和天真的忽视这个问题。这一点令人吃惊，也同样令人恐惧。我们不能也不想完全将自己与中国产品和市场隔绝开来，但应该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和不过度依赖。下一条评论，每天在继续温水煮青蛙，我们在无条件的追随反中国路线，绿党自然走在最前面，然后使用美国的思科和甲骨文，因为我们习惯了朋友间的监听。创造敌人形象的操作总是遵循同样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会用其不断收紧的制裁政策给欧盟，尤其是给德国带来弊端，而我们却又一次特别顺从。下一条评论，俄罗斯窃听案与华为之间有什么联系？这里的学校因数据保护原因被禁止在教学中使用 MS Teams， 同样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会议中使用美国软件。当然了，现在是中国人的错，这就是绿党的逻辑。下一条评论，显然这里也有中国利益的代言人，我们不应该听信他们的蛊惑。无论这次窃听事件的责任在谁，把中国这样的国家排除在外完全正确。他们滥用信任的事实已经证明过很多次了，所以不要使用来自中国的软件。我甚至想说，任何没有电缆的地方都不要使用中国的东西，把他们赶出去。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帖说，是吗？你真的有证据吗？还是只是在跟着媒体的宣传鹦鹉学舌？你真的有证据，而不是一些只是声称和假设的文章？下一条评论，问题是中国软件目前在许多产品中都有应用，例如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德国汽车上。据我所知，很大一部分零部件多年来一直来自中国，并且是在中国开发的，利润最大化和我们的技术落后，你懂的。下一条评论，你想要什么样的证据？我猜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也要求过证据。习近平的行为对我来说足以证明，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是完全无情和残暴的，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没有任何障碍。如果中国的安全基础设施不使用西方设备，它又有什么证据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就像中国对我们的态度一样，我们的基础设施状况就会更好。下一条评论，你在这里大放厥词，简直是低级的胡言乱语。美国对我们进行窃听已经被证实了，斯诺登、默克尔电话，你为什么不拿出证据，比如后门，证明中国也在这样做？下一条评论，特朗普和华为，我只想强调美国优先。华为是苹果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 5G、6G 电信业务方面看来也是如此，对苹果不利，对美国不利，所以诋毁。归根结底，谁在从事间谍活动并不重要，反正都会发生。当然，我们的政客也会效仿，或者做得更好。下一条评论，为什么安全部门和我们的政客会相信美国关于华为不安全的宣传？事实上，华为没有发现任何后门，而且该公司主动提出公布所有代码供当局检查。
当然，事后安装后门的风险始终存在。美国产品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你是认真的，你就必须自己开发技术。德国公司目前无法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使用诺基亚，但这可能不会发生。下一条评论，我仍在等待华为和中兴的被破解的硬件的证据，比如后门禁用系统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清楚解释的话题。整个事闻起来就像一场经济战争。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没有华为的安卓智能手机了。就性价比而言，华为手机性价比最高，而且做工也一流。下一条评论，造成损失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难以理解的人为失误，更不用说愚蠢了？这和中国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下一条评论，是的，对德国政客来说，数字和互联网仍是未知领域。10多年后，在前总理莫大妈在世界上出尽洋相之后，德国只是说明，这里指美国监听默克尔手机。现在，美国政客又次盲目行动起来，因为他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这样他们就不必把矛头指向自己。这里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德国的政客们仍然不了解情况。下一条评论，这有多脑残呀？德国联邦国防军使用了一家美国公司思科的软件，但该软件并不适合用于开秘密网络会议，因为它无法阻止不安全的用户。现在却指控第三家与此事无关的公司。下一条评论，我错过了什么吗？窃听事件中使用的是 WebEx 软件，它属于思科，是一家美国公司。从斯诺登事件开始，我们就知道他们一直在窃听我们，这与华为完全无关。窃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人通过普通电话线登入了，充其量你只能假设是无知或疏忽。下一条评论，为什么要在这里针对华为呢？可以认为，所有非欧盟供应商都为外国主子服务，我们应该创造自己的能力，即使成本更高。下一条评论，真是神经病。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被监视，反正我们已经是一个数字化发展中国家。下一条评论，亲爱的德国政府，简而言之，请不要依赖美国或中国的技术，我们欧洲人有自己的产品。在世界舞台上，下一个不可预测的人入主白宫，我们面临下次神经危机之前，最好直接依赖欧洲的技术。华为对他们的技术可以获得访问权限，这事实即使尚未得到证实，至少也很有可能。思科曾给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后门端口，这早已被证实为实锤。因此，应该将这2家公司排除在招标之外，并写明必须由欧洲开发。顺便提一下，这是合理的，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路由器、防火墙和交换机等基本网络技术方面的操作也是如此。下条评论，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为一家公司担任顾问，该公司希望向中国市场出口机器和系统，当地的合同伙伴要求完全公开所有设计细节、操作软件和固件，我们没有给他，但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也会对华为、中兴通讯采取同样的做法，因为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系统如果受到损害，后果将更加严重。此外，在 5G 扩展的初始阶段，只有少数几家非中国的替代供应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当这些替代供应商被纳入其中时，就有了选择，让后门通向北京还是通向华盛顿。下一条评论，现在是赶走中国的时候了，与其依赖中国，将自己置于绝对不可预测的剧毒依赖中，我们最终必须更多的依靠我们自己的供应商。诺基亚和爱立信是爱国的欧洲公司，作为欧洲人，我们应该利用他们来建设我们的欧洲数据基础设施。下一条评论，这里的许多网友都绝对支持华为等公司，这真是明目张胆。很多篇幅长的帖子都是同样的想法。时代报编辑们，你们真的意识到是否有网军在文章下面制造气氛吗？下一条评论，我们应该与中国人合作，但要坚持他们进行技术转让。下一条评论，
为什么不干脆规定中国公司只能通过与欧盟公司合资的方式，在此类敏感和高科技领域开展业务？中国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技术领域成长起来的。今天，欧盟是该领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下一条评论：当电视机坏了时，我去关掉微波炉，然后再打开。德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与美国的渊源有多深。也许我们的总理能告诉我们，华为和金牛座窃听事件有什么关系？哦，是的，我忘了，他不能说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很健忘。这位网友跟帖说，我宁愿被我们北约团队的美国人窃听，也不愿被中国人窃听。下一条评论：现在是德国和欧盟在电信和 IT 基础设施领域更加独立于美国的时候了。在2024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美国是否还能被视为盟友，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必须被窃听，宁愿被美国人窃听，他们比中国人更像我们的朋友，毕竟我们一起在北约里。下一条评论：我们完全转用美国技术，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从来不窃听朋友，看起来就是这样。下一条评论：西方最终必须明白，中国是敌人，廉价的生产成本是用安全漏洞和间谍活动换来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参加讨论，我们下期见，谢谢。